其实这支影片一开始不是为了拍一支 MV， 它原本只是从一条毛巾开始。最近刚好有人想做台湾特色的造型毛巾，我就想到台湾人的共同记忆里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，珍珠奶茶。所以我后来做了珍珠奶茶造型毛巾。本来只想剪一支20几秒的短片，没想到故事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找了很多配乐，都觉得不对，后来干脆用 AI 写一首歌，结果歌一出来，我整个人就被带回1992年。那一年我刚出社会不久，做过几个媒体工作，人看起来很忙，可是心里其实还在找方向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学长小毛、学弟志伟在聊天，小毛哥突然说，台中的泡沫红茶正流行，我们在台北也来开一家，怎么样？结果从想到开店到真的把店开出来，只花了1个月。现在回头想，才知道那时候的我们真的很敢冲。店名也是小毛哥想的，叫奇奇实验。它开在台北内湖285巷德明商专附近。对我来说，那不只是一间店。那2年，我几乎把所有力气都放在店里，最远好像也只去过巷子口的西湖市场。我的生活几乎都在那里。朋友来了，学生来了，附近居民也来了。慢慢的，那里不只是喝饮料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大家会想坐下来聊聊天的地方。我们3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很爱办活动、搞创意，所以也不想把那间店开得太普通，总想让它多一点好玩，多一点人情味。厨房叫御膳房，柜台叫账房，包厢叫天地会、后宫，墙上还挂满我们3个人的搞怪照片，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。可是那时候的我们其实很认真，我们不是只开了一间店，我们是在那条巷子里做了一场青春的实验。后来店慢慢受欢迎了，可是真正让我怀念的不是生意好不好，而是那种人跟人之间很真很暖的温度。因为很多客人是女生，我们甚至会在厕所里准备卫生棉。现在想起来那只是小事，可是那时候的我们是真的很想把这间店做好。我的个性其实很倔，小毛哥跟志伟都很包容我。闭店以后，我们常常还坐在店里聊天，讨论明天要怎么做、怎么改。那时候，我们真的像是在跟这间店谈恋爱，每天都在想怎么让它变得更好一点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很幸福。这次做这支 MV 的时候，我手上其实没有什么资料，只有10几张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。可是我一直在想，能不能把那段青春重新找回来？最难的其实不是做影片，而是要用很有限的照片，慢慢拼出整间店的样子。哪里是吧台，哪里是包厢，店门口又在巷子的哪个位置？我查了很多老照片，也反复生成、反复修改，抽了几十张卡，最后才留下10几段画面。那比较像是把记忆一点一点校正回来。最感动的是，当我看到店里重新坐满学生的时候，看到大家在吧台前点饮料，在包厢里聊天，我好像真的又回到了那2年。那个年纪其实很累，很拼，有时候也真的很穷。可是现在回头看，真的很甜。所以后来这首歌我把它取名叫《从兴隆毛巾把回忆带走》。这个名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歌名，我不是想把它讲成一句广告词，而是我慢慢发现，人生有些回忆不是留在那个地方，而是一直留在你身上。当年我们把一杯泡沫红茶做成一间有故事的店，很多年后我又把珍珠奶茶做成了一份手心里的礼物。我希望收到它的人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珍珠奶茶造型，而是会想起自己生命里的一段故事，一段舍不得忘记的故事。也许是一条街，也许是一间店，也许是几个一起做梦的朋友。如果这支影片也让你想起了一段自己的青春，那这段回忆就真的被你带走了。